韩国人为了偷走中国的武侠，甚至给他创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那个 Marine。平时呢，我就没啥爱好，我就爱看点漫画啊。最近发现就是韩国他给专门自己武侠风的漫画创建了一个词条，一个标签 Marine。这个东西读起来真的很像武林的谐音 Marine， 不笑吗？难道？真无语。看一些类似设定或者是类似的漫画，服饰纹样、生肖、八卦图，还有什么建筑，还有里面的一些细节，什么图啊这种东西，那么眼熟呢。而且最关键是他们那个成龙四蛇的那个四也抄错了，就是已了，已经的已。然后我就在这个相关的帖子底下看到一个漫画的从业者评论说，武侠漫画这个市场啊，确实已经被韩国占领了。韩国人他在画的时候，他是否认这个是中国题材，他们管这个叫什么东洋风武侠。不知道的人，你光看这一面，他以为这个东西是他自己的，就打了擦边球这种感觉。早就已经如此了，只是这个行业关注度太少了。他作为一个从业者，他也很绝望，生气呀！我起码也画了将近小10年画了，然后我一个脚趾头沾点这种东西，我就挺生气的。我就去搜了一下新闻，我就发现就是21年的时候，韩国互联网巨头 Kakao 就收购了玄幻小说平台武林世界啊。这个武林世界，它就是作为中国网文的出海平台，它其实在整个咱们中国网文出海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，可以说是打开了国外人看网文的这个世界。早些年呢，你像这个中国网文啦、韩国电视剧啦、日本动漫、国好莱坞啊，被大家笑称为4大文化现象。其实我们在网文上的文化输出啊，一直做的还是不错的。但是这个韩国呢，不管是在这个动漫上还是在网文上，他都想争上一争，所以他这几年也出了一些动态漫或者是动漫，并且呢，韩国在文化挪用上，我觉得它是有动脑，它是有策略的。因为从21年到24年武林世界之后，起码在这个武侠漫画跟武侠网文的领域内，它确实有所收获的啊，以至于就是现在有一些外国人看到这些都开始困惑了，他就说这个武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呀？他都会发帖问，甚至韩国为了证实这些相关文化是自己的，韩国文化情报院官方账号甚至发了一个数据库，你的数据库，你用脚趾头香，你99%都是中国的。我是觉得这几年韩国它真的就是惯透了，咱们这种新闻也是层出不穷啊，就上到这个端午节，下到白体花，从衣食住行上，它就是全方位的投，而且投咱们，它也投日本了，他连泡菜他都要申遗，以至于这个世界教科文组织它就发出警告了啊！你再这么胡乱搞下去，完了以后申遗变得更加困难。咱们不能因为别人的错误行为自己麻木了，然后合理化了，觉得哎韩国就是这样，不行啊！因为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画师、优秀的画手，真的很厉害。但就是咱们碍于咱们的文化产业其实没有分级制度，然后有很多东西呢，它发挥的空间还是有限的，而且社会对这种职业的包容度呢，我是觉得在老一辈思维里它还有待提高啊。因为很多地方都觉得就是你做画手这个职业，你有点不务正业。说实话，目前啊，除非你做到顶级，普通的画师和画手，你很难养活自己，这个收入是成问题的。种种行为呢，让很多优秀的或者有潜力的人，他不得不离开这个行业，或者是放弃这个行业。我真的很希望这个方面真能打出去，能成为一个全方面的文化强国。你有坚定的文化自信，然后你也有强有力的文化输出。韩国你这些爱偷的人，偷到最后发现自己一无所有，最后别人会觉得你是你们的附属品。求求了，搞个分级制度吧，让大家放手去画吧，我求求了。